上个月，特朗普削减了哈佛大学数十亿美元经费。4月22日，该校起诉了特朗普政府。这起诉讼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界与特朗普总统之间持续斗争的重大升级。特朗普曾发誓要夺回精英大学的控制权，于是，一场学术自由与政治权力的史诗对决正式展开。今天，2025年5月22日，美国政府撤销了哈佛的学生与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认证，这意味着哈佛将无法再招收留学生。根据通知，现有留学生必须转学，否则将失去合法身份。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今天在一封信函中明确公之于众的。特朗普政府给出的理由也相当可笑，其中一个理由是，特朗普认为哈佛与中共有合作关系。对于这一政治公然干预学术自由的骚操作，德国也一片哗然。德媒第一时间做了报道，我们现在来看看《世界报》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哈佛大学停止招收外国留学生。特朗普政府已通知哈佛大学不得再接收国际学生，外国留学生必须转学，否则将面临居留权被取消的风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政府将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外国留学生。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周四致函这所位于波士顿附近的精英学府，称其已丧失特权。他给出的理由包括哈佛拒绝为犹太学生创造安全环境，以及该校的平等政策。此外，哈佛还被无证据指控与中国共产党存在合作关系。纽约时报最先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信件，报道称，约27%的学生群体来自国外，按今年总人口计算，这一数字约为6800名外国留学生。好，我们看，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发在 X 平台上的推文。美国国土安全部于周四宣布了这一决定。该部门在声明中称，哈佛校方纵容反美，支持恐怖主义的煽动者，骚扰并暴力攻击包括多名犹太学生在内的个体，破坏了一度受人尊敬的学术环境，从而制造了不安全的校园气氛。这意味着哈佛将无法再录取外国学生，现有留学生必须转学，否则将失去居留权。哈佛大学指责此举违法，并表示正努力为受影响留学生提供快速援助。哈佛校方在声明中强调，这种报复性措施将对哈佛社群及美国造成严重伤害，并破坏我校的学术科研使命。事件背景是特朗普政府与这所精英大学的长期矛盾。特朗普曾指责哈佛是反犹太主义的左翼极端机构，并批评校方默许校园内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此前，其政府已取消对哈佛数十亿美元的资助。好，朋友们，现在咱们来看看德国网民对此怎么看。对以色列及犹太，德国媒体其实也与特朗普立场一致。看第一条评论：美国的自由已成历史笑谈，可笑！特朗普正在全球出尽洋相。继续往下，我很高兴看到他对这些反犹主义活动采取强硬手段。鉴于我们的历史背景，我也希望我们政府也能这么做。再往下，令人叹服。如今，特朗普、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的区别已近乎消失。当然，后两位至少还保持着基本的政治智商。下一则，特朗普就能无法无天了？美国没有法律了？他现在就是个独裁者？我们看跟帖，他当然可以这么做。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不得不承认，现在很多人都感到恐惧，简直就像1930年代的德国。继续往下，这位朝令夕改、难以琢磨的交易大师，究竟还要砸碎多少自由文明的精致瓷器？再往下，谢天谢地，这位政治家正在坚定不移地兑现竞选承诺，这才叫言出必行。下一则，特朗普在保护基督徒、犹太教徒和所有宽容的民众，感谢他。
继续往下，一个雷厉风行的总统，某些人真该好好学学。有一点必须承认，他知道如何激怒那些觉醒派。再往下，哈佛这是自作自受，现在报应来了吧？下一则，简直太疯狂了！我的教祖们是犹太裔，我坚定不移地站在以色列这边，必须严惩并遏制多所大学发生的恶性事件。但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可理喻。许多哈佛国际留学生毕业后将成为勤恳的美国纳税人，可以拖垮整所大学乃至国家经济。这绝对不是一个理性且符合总统身份的决定。继续往下，我对特朗普持强烈批评态度，且坚持拥护学术自由，但大学必须对校园内的政治活动承担责任。这一点我也希望德国能做到，绝不能放任激进分子阻碍言论自由，攻击意见者，破坏教育机构。再往下，有意思啊，看看在专制国家里，人们都能大展拳脚些什么。最后，我们来看看另一家德国媒体《时代报》的网友评论，超过1200条，说明大家还是比较关注此事的。这家媒体的受众可能更左派一些。看第一条评论：美国今日再度上演极致愚蠢大戏，减税政策让穷人买单，哈佛对外国学生关闭大门，以权谋私的治国方针，公开羞辱南非国家元首。我还漏了些什么？现在美国正该来场大规模抗议了。再往下，一个靠吸纳全球顶尖人才奠定霸主地位的国家，如今却拒绝聪明人入境，看来美国人连自己的发家史都读不懂了。再往下，欧洲现在抓住机会呀！下一则，愚蠢贪婪的乌合之众已经掌权，美国终将自食恶果。继续往下，尊敬的《时代报》编辑部，哈佛与美国政府之间并不存在所谓冲突升级，这根本是美国政府单方面的打压，只因校方拒绝配合其法西斯式的国家改造，请勿暗示哈佛与本届政府处于同一卑劣水平线上。再往下，美国正大步迈向脑残霸权时代，昔日的登月先锋，如今怕是要蠢到连拉大便都学不会了。除了道声恭喜，还能说些什么呢？下一则，所有独裁政权的第一要务，便是产出知识精英。再往下，这条突发新闻称，美国政府取消了哈佛招收留学生的资格，事实并非如此。是特朗普单独签署了行政令，他一人独断，未经国会听证，也未进行表决。美国如今是元首说了算。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瘫痪数月。下一则，情况越来越糟，层层审查没完没了。我曾在美国生活多年，始终犹豫是否该彻底搬家。天哪，如今多么庆幸自己选择了德国。尽管我们这里也并不完美，但眼下我个人绝对不会踏入美国一步。自由世界万岁！下一则，卡塔尔籍学生很可能获得许可。德国之士点评，这位网民这么说是有来历的，因为前几天新闻报道说，卡塔尔这个人口只有100多万的国家送了一架价值数亿美元的新空军1号给特朗普。另外，犹大人是不是也会获得特批许可呢？大家怎么看？继续往下，识别恶者的方法很简单，看他们如何对待这3类人。第一类是自己的科学家，第二类是新闻记者，第3类是他的盟友。再往下，我一次又一次被震惊到了。在美国，政府只需一声令下，竟然尽可为所欲为。下一则 ，MADA 让美国再次变蠢。继续往下，
一所没有国际留学生的大学根本称不上真正的大学。这些国际项目的存在，正是因为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学生能通过知识交流拓宽视野。但当前这个美国极右翼政府对软实力一窍不通，早知道哈佛该把高尔夫球场冠名给特朗普，这蠢货估计就消停了。再往下，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竟对本国乃至全球最顶尖的学府怀有如此毁灭意志，这在几周前都还难以想象。那些称特朗普为法西斯分子的声音恐怕说对了，但现在看来，整个系统都烂透了。继续往下，难以置信，面对这一切，竟然没有爆发大规模抗议，赤裸裸的腐败。参见卡塔尔摆送专机丑闻。第二，无任何法律依据的公民扣押。第三，对本国经济的自毁式打击。第四，科技强国地位的瓦解。第五，公然得罪他国，甚至昔日盟友。第六，剥夺数百万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险。第七，对富人的税收大礼包。第八，最高层级的窃国统治。我真不明白，为何美国老百姓还不集体上街反抗？下一则，不如给哈佛捐块地，让他们整体搬迁，比如德国柏林郊外的格林海德，那儿不是有家审批程序存疑的特斯拉工厂可以腾出来吗？再往下，反智主义已达新高峰，恐惧知识与传播者终将自食恶果。下一则，法西斯主义正在美国蔓延。继续往下，特朗普对高校的攻击极其危险，但愿美国司法系统能有所作为。眼下唯有这权力分支还在偶尔阻挡民主的崩塌，真是可耻至极。再往下，言论自由，狗屁。下一则，当然了，南非白人和犹太原教旨主义者除外咯。继续往下，太好了，这正是我们该吸纳的人才，德国需要这些聪明头脑。好，看最后一条评论，特朗普正在给美国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遗憾的是，这些恶果可能要到数年后的下一届政府时期才会显现，前提是最可怕的预言没有成真，这些法西斯分子还没能把美国变成独裁政权。到时候，继特朗普、万斯、卢比奥之流之后，民主党自然又会成为替罪羊。有了社交媒体撑腰，如今任何谎言都能大行其道。好的，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其实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特朗普这样搞垮美国，对世界未必是件坏事，你们说呢？